单薄的衣服再加上没有鞋子，使他全身冻得发抖。这铁路巡轨员袁山看在眼中，毫不犹豫地带回家，好心地给女孩倒上洗脚水，把自己的衣服给女孩更换，甚至深知没有地方睡，袁山便去了工作的地方睡。早上女孩吃早饭时，袁山给女孩留了200块钱，表示这钱你先拿着，也许你用得着。这份体贴让女孩瞬间红了眼眶，女孩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收下了。不一会，女孩追上去告诉袁山，钱她今后一定会还，还告诉了袁山自己想去县城的想法。袁山心里十分不舍，却也不愿意勉强一个姑娘，拦了烈火车，准备送她去县城。这时3个男人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，扬言说姑娘是他们家偷跑出来的新媳妇。他吓得躲在了袁山身后，就是不肯跟他们走。无奈之下找来了班长帮忙出面。班长告诉老头，买卖人口是犯法的。原来姑娘名叫小翠，被父亲卖进山里给人家做媳妇，卖了8000块钱。这3人的确是她的公公婆婆，不过小翠并不是心甘情愿的，逃是小翠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否则她的人生将会苦不堪言。可老头是个法盲，死皮赖脸的不肯放人，眼看穷途末路，小翠哀求袁山帮自己，可袁山不想掺和这事。小翠哭着说对方是个傻子。袁山听后心软了，面对一个法盲的无赖，班长一时间也没了主意。袁山看不下去，自己出了8000元给老头，并多给了2000作为补偿。眼看还有2000块的利益可图，老头才松了口，拿了钱离去。在那个年代，1万块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是袁山攒了多年的积蓄。如今袁山也老大不小了，班长不想袁山吃亏，便提议让小翠嫁给袁山当媳妇。小翠考虑了一会，小声地说道，我愿意。可是憨厚老实的袁山极为反对，他不想让女孩是为了报恩而嫁给自己，不想她以后后悔。就连最疼爱她的李婶都说，这么水灵的姑娘上哪找？可袁山还是连夜将小翠送上了去县城的车上。袁山在台下低着头，不敢看向女孩，女孩眼里充满了不舍。小翠走后，袁山遭到了李婶的数落。李婶负气说，既然帮助了小翠，又把人家撵走，这算怎么一回事？更何况小翠说了我愿意，袁山还不领情。此时的袁山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离开自己的小翠今后的会怎么样。他和德明一起饮酒，一口干了杯中的白酒来掩盖着自己对小翠的不舍和担心。喝醉的袁山慢悠悠地回到了家中，可在家门口，他仿佛看到了小翠并没有离去。次日醒来的他看到睡在桌前的小翠，才确定昨天自己没有看错，原来小翠舍不得袁山，半夜偷偷下车回来了。袁山把外套披在了小翠身上，看着桌上的书，全是模拟高考。原来小翠有个大学梦，无家可归的小翠留了下来。为了能让小翠安心学习，袁山便把小翠安排到了李婶家。婶子把小翠当自己的女儿看待，让小翠尽量学习，其他的事情她不用管。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小翠考完大学回来给袁山当媳妇。小翠羞涩的点头答应了。住在李婶家虽好，却不能经常看到袁山，只因袁山每天忙于工作，游走在铁路检修的轨道上，一出门就要走好远，时常不能回厂里吃饭，都是随带干粮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小翠听说后决定给袁山送饭，便每天搭车去很远的轨道。袁山见小翠正拎着饭盒等他，便问小翠怎么过来的。小翠说搭车来的，她听李婶说巡道工每天要走很远的路，午饭都是吃冷的，所以她给送来了热的饭菜。两人的言语很少，但是袁山心里升起一股暖流。就这样在一次次送饭中，两人的感情渐渐升温。小翠每天陪着自己走那么远的路，袁山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他怕耽误小翠学习，让她以后不用来送饭了。小翠没有吭声。一天早上，正在睡觉的袁山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出门一看，才发现是小翠在做饭。小翠见袁山醒来，叫他过来吃饭，还说自己把书本一起带来了，不会耽误学习，还可以吃上热乎的。袁山嘴上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十分感动。火车鸣笛驶过，红泥屋外的两人正在温馨地吃着早餐。从此以后，两人便住在了一起。他每天都会为袁山准备饭菜，帮他洗衣服、整理家务，再利用空余的时间来学习。袁山吃着小翠为自己准备的午饭，内心感到无比幸福。每天当袁山要回家的时候，小翠都会站在门口等着他。小翠的出现让袁山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。这简单幸福的日子过得很快。不久之后，小翠被校长带去县城参加高考。忽然间，袁山的日子变得空落落的，心里一下子像被掏空了一样。火车一遍遍驶过，袁山都会不自觉地站起来，却又一次次地失望地坐下。他怎么也等不来在小翠的那辆。这天袁山照常工作，看到自己盒饭里的食物又恢复了。小翠来之前的单调朴素，他的心不禁苦涩了一下。另一边的好兄弟德明也因为了爱情要离开这里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孤独。德明的离开意味着袁山以后可以交心说话的人没了。但这天回家的路上，袁山远远地看到自己的红泥屋升起了缕缕炊烟，看着小翠在院子里忙碌的身影，袁山不自觉地扬起了笑容。
小翠和袁山相视一笑，两人之间的幸福回来了。回来后的小翠开朗了许多，袁山每天上班，他都跟在身后。袁山巡轨时，他就在一旁采花。村里的妇女主任都催着两人赶紧跟上国家政策，生个孩子。小翠听后高兴极了。小翠深爱着袁山很久了，她迫切希望与袁山尽快完婚。可袁山听后并没有答应，他希望小翠在完成学业后再考虑结婚的事。他鼓励小翠踏踏实实的去念书，虽然他没有什么文化，可他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。如果两人有缘，以后一定会在一起的。小翠听到这话，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了他。袁山虽然嘴里没说什么，但还是能从他闪烁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复杂。一是为小翠高兴，二是对小翠的不舍，怕小翠一去真的不复返。直到小翠告诉他将来毕业后要回来时，他才有些轻松下来，露出了释然一笑。巡轨的路上，小翠看到当初的小破屋，小翠提出要袁山背她时，袁山的淡然一笑。到了去学校报到的日子，二人坐在车厢中，袁山把红泥屋的钥匙给了小翠，只要钥匙还在，就不会忘了回家的路。小翠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此刻的二人是不舍分开。小翠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大学生，分隔两地的他们饱受相思之苦，写信成了他们唯一的沟通方式。小翠会把生活的点点滴滴告诉袁山。转眼间到寒假了，为了减轻袁山给自己提供学费的负担，他在寒假找到了临时工。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，袁山正坐在书桌前写信，这时一个同事来敲门，说附近有一块地基要塌方了。袁山二话没说，丢下笔，穿着雨衣就出去了。经历了整夜的奋战，铁路是保住了，可塌方过于严重，袁山在抢救铁路中牺牲了。李婶知道后非常难过，来到袁山的红泥屋，看到书桌上那一封没写完的信，李婶决定将最后一封信寄给小翠，并讲了袁山遇难的事情。收到信封，小翠悲痛不已，她伤心地把信后面的字补写了起来，这是袁山一直没有说出口的嫁给我。毕业后的小翠回到村里，做了山村教师。她走在铁道上，回忆着曾经的美好生活，到现在已不是从前的一切了。山一样，水一样，唯独不同的是袁山不在身边。他不断地给逝去的袁山写信，告诉他这边的一切情况。最后，小翠看着天空说，如果写信可以阻止时间冲淡我对你的思念，那么我就一直写下去。